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有这3种手相的人，50岁以后才能苦尽甘来，享受荣华。手是人的第2张脸，除了从面相上能看出这个人的运势好坏，我们从手上也能得到些许信息。有的特征为凶，有的特征为吉，手相中符号吉凶吉均有。其中口字纹、财库纹有这2个特征的人，做事坦荡而周密，不屑于在背后使用小手段，在各个领域都会成为德高望重的前辈。虽然早年打拼不出什么名声，好在好为人师，以后能受人感恩，福泽绵延。第一，从手相学上来说，手厚的人命硬，手掌越厚，这说明这个人的底气越足。手背高出的人勤劳肯干，做事踏实。所以说，一个人的手掌又厚，而且有肉，只能说明他们很能赚钱，日进斗金不是问题。但是不是每个会赚钱的人都能存得住钱，就要看手指部位，中指和无名指的指缝间隙大，则是漏财的象征，即使能赚大钱，在晚年之后也会被挥霍一空，连累子女家人。第二，掌心凹陷的人善聚财，福禄寿3宫凸起，则是聚宝盆的化身。玉柱纹清晰且直奔中指根部，若其中出现断纹，则说明事业有变，能续得上就是有大运，如果续不上，则老来孤苦无依。其间如有凸折，则说明需要破财消灾，经过一段时间的低迷，后期发力，大富大贵。第三，小指侧边有掌纹断，则此人多情不专，婚姻得不到延续。相反，感情线一顺到底，说明此人重情重义，事业稳定，有恒心有毅力，是能做出大成就的人。配合大拇指第1指节处，光滑平坦者旺家一子，老来享福，高枕无忧。第四，颈纹在食指下方，越整齐越好，一生钱财不断，衣食不愁。歪斜者心术不正，即使靠着小聪明突发小财，也持久不了。有痕穿破者身体堪忧，虽以财生财，但是功利心过重，一味追逐利益，会丢失本心，以至于家庭不和，父母难安，子女不孝。且颈纹不可下坠，如入手掌，本心一失，容易与人发生口舌之争。最好的位置未碰指根，也不入3线，虽好事多磨，50岁以后必然苦尽甘来。第五，六绣纹清晰，六绣纹在西洋手相又称成功线、太阳线。中国手相学中称为偏财纹、禄合纹、异禄纹。此纹主要为出现在无名指下之掌上直纹，小指下之直纹亦称六绣纹，而西洋手相称之为水星线。一般所谈的仍是以无名指下之六绣纹为主。此线代表意义良多，如贵人运、智慧强、有偏财运、异性桃花、第六感之灵感强、有名声、事业上之幸运，还有健康运等，更属于老年运家，给人生有完满的结局。六绣纹的出现均代表吉兆，如果无名指下之六绣纹很长又清晰、明显、秀气，中国手相又称为禄马纹。凡有此纹者，皆主富贵，天下一品。即使玉柱纹不算太好，也能一生平顺享福。二，15种吉祥手相纹合集，看你有没有。一个人的运气好，他的气色就好，手的色泽看起来也一样比较健康。同样的，他的手相纹路看起来比较清晰，直观上就是一个思路清楚而理性的人。如果一个人的手相纹路很复杂，直观上就是一个思绪较复杂的人，而且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由此可见，以相取人是很符合自然现象的，这也就是手相预测的基本原理。第一，
好手纹：一、类似米形的手纹，称为菊花纹或者六花纹，标志着幸福吉祥。二、强劲有力、清楚的手纹是好手纹。根据手纹的定义，这是好的手纹。三、X 形的手纹叫做十字纹，以手纹或山丘的意思来讲是好的纹路。四、颜色不浑浊、清晰延伸的手纹是好手纹。因此一定要加强这种手纹所代表的良好方向。第二，坏手纹：一、纠葛般的锁链状手纹，根据手的解释，表示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二、在手纹线当中，如果出现像针扎式的窟窿，标志着身体出现疾病等方面的信息。三、中途突然中断的手纹或不连贯的手纹是不好的，加强其与代表的不好的一面。四、横切手纹形成的断掌，有被切手纹的意思，表示会发生不好的事情。一、财富线直而长。财富线顾名思义就是代表了这个人这一辈子有多少的财富，而且还关系着这辈子的命是否很吉祥。所以说财富线直而长的人这辈子肯定也会是很有钱的，也会是相当的吉祥的。二、手指没有间隙。现在很多人手伸出来，每个手指之间间隙是非常大的，而有的是一点间隙都没有的。当然如果你没有间隙，说明你这辈子是能守住财的，注定你这一辈子也会很富足很吉祥。三、断掌纹的手相。其实断掌纹的手相是非常少的，而且男人如果是断掌纹的话，那他这辈子一定是功成名就，事业上也会是很成功的。因为这样子的男人命中的福禄、财运都是非常好的，简直就是男人中的吉祥手之一。四、手掌红润厚实。判断手相是好还是坏，你需要根据手掌的肤色和手掌的厚度来判断。手掌厚实、软软的，肤色也很红润的，这种手相就在暗喻着这一生会大富大贵，而且是平安吉祥。五、有不动产手纹。如果手掌上有不动产手纹，那就意味着你有很多房地产，比如房屋、土地等等，所以这种手相的人这辈子会相当的富足。六、钱财纹特别多。如果你手掌上有特别多的钱财纹，那就意味着你有很多钱，这种手相就预示着你会富足且吉祥。七、手中有直觉线。手中有直觉线的是一个特别有投资意识，还特别有商业头脑的人，他知道如何准确抓住商机，因此富有而且吉祥。八、手中财库很多。手中的财库在哪里的呢？其实财库指的就是手中的细纹相互连接成一个小三角形或者四边形，这就是所谓的财库。所以手中财库越多，那就说明这个人就越有钱。九、太阳丘很丰隆。太阳丘不仅和一个人的财运有关系，而且还跟一个人的吉祥程度有关系呢。假如你的太阳丘是凹进去的，那你肯定是比较难发财的。那么如果你的太阳丘非常的饱满，那你以后肯定会是大富大贵，会有花不完的钱，而且还会非常的吉祥呢。十、中指很长。其实你们别看小看一个人的中指，如果说一个人的中指非常的长，那么说明这个人这生一定会是很富足，生活无忧无虑，而是我报非常吉祥的。11、夫子眼。手相重。夫子眼又称凤眼，也称天眼纹，出现在大拇指第一节指节，有一个类似眼睛一般的圈形手纹。不论男女，拇指中若有次手纹者，为人聪明伶俐，年纪轻轻便能成就一番事业，一生财源滚滚。拇指上夫子眼较为明显，说明此人一生富贵有余。12、井字纹。手相重，巽宫高凸红润，并有井字纹出现，说明此人财运会非常的旺。13、掌中有黑痣的人命好。掌中有黑痣的人一般理财能力强，即使年轻时因为家境不好，
会受很多苦，但是当他们开始工作之后，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闯出一番事业。这种手相的人一生多贵人相助，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并获得上司的赏识，升职加薪，成为行业中的佼佼者。14. 长红如血色的人命好，手掌颜色鲜红如血的人一般财运好，一生荣华富贵。不过要注意，只有整体掌色鲜红如血才是命好之人，如果只是部分掌色如此，可能预示着身体健康抱养。如果你长红如血色，但是命却并不好，不要太过忧心，可能是时机未到，可以佩戴双瑞吸财手链来催旺你的财运，增加财气。平常还可以多做善事，水到渠成，财运自然而然就会变好。15. 手指如竹笋的人命好，手指头挺直，有肉不露骨，好似竹笋，整体修长，指节有肉而圆润的人一般财运好。中手相的人可能是出身好，从小富贵双全，长大之后能够得到长辈的庇护，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能够得到贵人相助，一生富贵双全。好了，讲手握三角令奇文的人，财富无边，命运显赫。手相一直是引起广泛关注的话题，人们对于手相能够揭示未来的神秘力量充满信仰，这使得许多人都愿意仔细观察自己的手相。在众多手相中，三角令奇文是一种独特存在，但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们对这个手相纹路的实质了解甚少。现在就让我们一同探索三角令奇文在手相学中的真实含义，它是否蕴含特殊解读，以及它是否与个体的天命有着深刻联系。三角令奇文作为手相中的一种独特纹路，引发了人们的好奇。这个手相是否有着独特的解释，以及它是否承载着个体天命的信息，是许多人迫切想了解的问题。通过深入研究三角令奇文的解读，我们或许能更全面地理解这个神秘领域，以及手相如何向我们展示未来的走向。我们一起来看看吧。1. 三角令奇文是什么手相？三角令奇文是手相中一种由几条线构成的三角形纹路。手相学认为，手掌上不同位置的三角令奇纹常常具有不同的寓意。例如，如果三角令奇纹出现在生命线上，这可能暗示着个体在为人处事方面具备较为圆滑的本领；而若三角令奇纹出现在手腕线上，则可能表明这个人将会在事业上取得显著成就。2. 三角令奇文手相的命运财运。三角令奇文是一种由财运线组成的特殊手相纹路，这种纹路具有深长而清晰的特点，由3条财运线起源于水星丘，然后向下延伸至手掌心，其中一条财运线与智慧线交汇，再向下与生命线相交，形成了一个紧密的三角令奇纹。如果这个人的手掌厚实、踏实而肯干，同时福禄深厚，再加上代表财富的三角令奇文的相助，那么他必定一生中不会缺少财富，家财将是万贯之多。这种手相的配合似乎为个体带来了丰厚的财运，将他们的财富积累推向一个井喷的局面。这个人不仅具备了实际的工作才干，而且拥有厚实的手掌，这或许表明他在事业上的稳定性和坚实性。同时，福禄深厚的福报似乎为他铺设了一条通向财富的康庄大道。三角令奇文的存在，则被视为财富的象征，象征着不仅有财富的机遇，而且能够成功地把握住。这种协同作用似乎为个体的财富运势注入了巨大的活力，使其财富不断地向前发展，可能达到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3. 手握三角令奇文，富贵无边。富贵三角令奇文是一种十分罕见的手相纹路，它由生命线、智慧线和财运线两相交，形成一个完整的三角形图案。这个独特的手相图案象征着个体的财运非常强大，金钱很容易在他们身上聚集，财气丰隆。根据相学的解读，这独特的手
相纹路预示着个体的身价可能会达到亿万级别，仿佛富贵无边。这罕见的富贵三角令奇纹似乎为个体带来了卓越的财富运势，使其财富积累达到了令人瞩目的水平。富贵三角令奇纹是一种罕见而特殊的手相，象征着不同寻常的财富机遇。这样的手相纹路或许意味着个体在事业发展和财富积累方面具备了与众不同的优势，其身价有望达到亿万级别，财富仿佛无穷无尽。这种独特的富贵三角令奇纹似乎为个体铺就了通往富贵之路，使他们在财富的积累上表现得异常出色。4. 普通三角纹和双重三角纹。在手相学中，有一种被称为普通三角纹的手相图案，它在手掌心形成一个大而端正的三角形。这类三角纹虽然标准，却也因为其普通而表明此人具有端正的品行。根据相学的解读，这种手相预示着个体的财运相对较好，尽管不是大财运，却也不断有小财运的涌入。他们或许不是大富大贵之人，但也能够衣食无忧，过上相对安逸的生活。这普通而标准的三角纹似乎为个体带来了适度的财运，使得他们能够在生活中享受到一些小财富的回报。尽管不是富甲一方，但他们依然能够安居乐业，感受到生活的舒适与无忧。这种平和而实际的财运状况，或许使得他们在面对生活的各种变幻时更加从容自在。这普通三角纹的存在象征着适度的财运，虽然不是财富无穷无尽，但也为个体创造了一个相对宽裕的经济环境。在这个平稳中，他们或许更注重安逸与舒适，享受着小财富带来的愉悦。这样的手相特征或许反映了一个人对于平凡生活的满足，以及对于适度财富的理性追求。5. 双重三角纹。掌心明堂内的双重三角纹及内嵌三角纹是一种在手掌上独特而罕见的手相图案。这特殊的手相纹路预示着个体的财运非常丰隆，大财运时有发生。这种三角纹不仅位于掌心的明堂位置，而且内部嵌套着大小两个三角形，它们紧密相贴又内嵌其中，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手相形态。据相学解读，双重三角纹的出现代表着此人的财运丰隆，外财源源不断，而大财运更是有望发生。他们的身价可能轻松达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金钱似乎不再是问题。这样的手相图案仿佛为个体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运势，使他们的经济状况处于一个相当显赫的层次。这特殊而独特的手相纹路不仅清晰展现了财富的丰盈，更强调了个体在财运方面的独特优势。这样的手相仿佛是个体在追求财富和成功之路上的有力支持，它象征着财富源源而来，为个体创造了独特的财富机遇。这种独特的手相纹路可能还意味着个体在财运方面拥有独到的天赋和优势，为其在商业、事业等方面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这样的手相如同一面璀璨的旗帜，引领个体驶向财富与成功的航程。通过深刻理解这一手相特征，个体或许能更好地把握财富机遇，实现在财富积累和事业发展上的杰出表现。6. 手相纹路与财富的综合作用。手相是破解人运势、财富吉凶的重要线索，而要全面了解一个人的财富状况，需要考虑手型、纹理和符号的综合，三者的相互关系才能为我们描绘出一个更为完整的画面。首先要观察手型是否得体相配，这是解读手相的第一步。接着关注主线纹理的伸长情况，看是否有杂纹或不利符号的出现。最后要细看是否存在吉利符号来助力运势。当这三者齐全时，通常预示着一个人可能是大富贵之人，若其中两者占据中，富贵的可能性增大；而如果只有其中一个方面得到体现，可能仅是有钱人。当三者皆无时，往往代表着一个人需要通过辛勤的劳作来挣取财富。然而，个人的命运和运势是一个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手相的因素外，还需考虑到相面和所处环境的风水等因素。
当然，个人的勤奋努力也是至关重要的，有着良好的天赋并付出不懈努力，才能够在人生道路上获得属于自己的成功。首相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的成功来自于多方面的努力和机遇的交汇。不论是财运三角令奇文、富贵三角令奇文、普通三角文还是双重三角文，握有三角令奇文的人似乎注定了将拥有丰盈的财富和显赫的命运。首相纹路与个人命运之间的关系是牢不可破的。通过全面考虑首相的特征、纹理、符号以及周围环境的风水，我们可以推测一个人的财富状况和命运轨迹。然而，值得强调的是，尽管首相提供了重要线索，最终的成功仍然需要个人的勤奋努力和充分发挥天赋才能够实现。手握三角令奇文似乎象征着一种财富的源源而来，以及命运的显赫和卓越。不同类型的三角令奇文可能预示着不同程度的财运，但它们都是首相中富有象征意义的纹路。然而，我们要明白，首相只是决定个体命运的众多因素之一，无法完全决定一个人的命运。真正的成功需要个人在各个方面的全面发展和努力才能够取得。好了，今天的分析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这种手相的人会一夜暴富，很灵验，中大奖的人就有这种手相。对于横财来说，我们都是比较喜欢的，也唯有横财才能让我们显得更为富贵一些。因此很多人都在考虑自己是不是能够拥有横财。那么在面相学中，什么手相人容易发横财？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一、成功线的末端有纹。在成功线的末端有一个纹，这并不常见，因为首先你必须要一条成功线，一条长而清晰的成功线，它代表着轻松的地位和名声，在你的行业中非常出色。如果末端还有另一个星纹，它的成功可以维持很长时间而不会失位，而且很容易有意外之财。二、手掌中出现直觉线。假如手掌中出现直觉线，表示其人天生比常人灵敏，有很强的预感，通常会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灵光一现，赚来大笔财富，例如购得大奖奖券，或是赌博时每猜必中，从而赢一大笔钱。不过，这类人一旦赚取横财之后，会因此而上瘾，不知适时收手，很有可能又将大笔财富输个精光。三、智慧线末端有向上的分叉。有这种手相的人具有理性思维，对于那些没有成功概率的事情，基本上绝不参与。其人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懂得如何将钱发挥到最大效用，再配合着合理的推理和赌博的强运，常常不知不觉就能赚大钱。不过此类人通常很节俭，经常会被人认为很小气。四、智慧线无分支。发横财的人手掌智慧线无分支，他们有着聪明的头脑，在面对困难时可以想出最好的解决方案，并且能巧妙地把眼前的困难化解过去，这也使他们的生活一路畅通无阻。在他们迎接更好的未来时，也会有一笔从天而降的财富落到他们的面前，这笔横财是他们命中注定会发生的。五、手中拥有断掌线纹，也就是所谓的断掌手相。这一手相的特点在于手中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形成一条贯穿整个手掌的粗长线纹。从外形来看，就好像是将整个手掌一分为二一般，故而被称之为断掌。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来说感情运势较为糟糕，但事业运和财运会非常出色。他们有着相当强硬的性格，以及功利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和自己的事业有关的事情，非常渴望在工作上证明自己的能力。这类人即使选择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也是有着很高的投资成功率。
所以说容易获得横财。6. 手中拥有不动产线，这是位于事业线和太阳线中间的一条短小横线，拥有这种线纹的人并不多，而且好的不动产线应该是同时和太阳线以及事业线相连接，也正因为如此，即这条线纹才能够体现出命主在生活中有着出色的偏财运。这类人能够从父母、长辈那里获得财富，或者是不动产，也就是房屋、房产，从而不用为了未来的生活而拼搏。简单来说，就是这种线纹意味着其人出身富贵，天生就有横财。7. 手中智慧线上存在分叉，拥有这种特殊的智慧线，意味着其人的性格非常理性，有着极为理智的思维，从来不会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功率较低的选择。而在理财方面，其人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他们总是能够发现最好的赚钱机会，并且这类人在理财过程中不会犯下错误，从而使得自己总是能够获得收入，而不会损失金钱。往往一次投资就能够赚得巨额财富，所以说是天生能够获得横财的首相特征。8. 手上有赌运纹，赌运纹是位于无名指上的第1节指腹上的直纹，有可能是一条，也有可能是几条。如果手上有纹，意味着横财运旺盛，运气非常好。有这种手相特点的人，只要是参与带有赌的事情，一般都是赢多赔少，好运常伴。不过凡事过犹不及，也要学会适可而止，不可太过沉迷其中，否则得不偿失。9. 手颈线清晰有星纹，看一个人的横财运好不好，还可以观察其手颈线，也就是手腕上的纹路。一般人的手腕线有3条，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上出现了一条星纹，并且第1、2条纹路清晰明朗，那么表示这样的人横财运很好，必获其财或是意外之钱，甚至可以一夜暴富，这是常见的横财纹手相之一。10. 理财纹多又长，理财纹主要位于我们小指和无名指之间下方的位置，通常是斜纹。此部位的纹路与一个人的财富相关，也关系着一个人的横财运。从这个纹路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横财运情况。依据手相学的说法，若是一个人的财富线很多且深长，这样手相的人横财运也会很好，没什么大困难。11. 头脑纹，头脑纹的支线其末尖端指向小指下或达到根部，即水星丘，表示会受水星丘掌管天赋之影响，不管在实业或其他方面都能赚大钱，即使受薪阶级也能在薪水以外有收入，可说头脑灵活，很会把握机会赚钱的人。12. 五指长短有序，中指稍长。从手相学来看，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成就、配偶和子女。五指修长、长短有序、间隙合宜的人，各方面各有所得，福泽绵长。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少时能得家人庇佑，衣食丰足。青年夫妻恩爱，子女缘深厚，一生运势平稳。其中中指稍长的人，说明此人善于计算，做事情缜密有条理，能挣钱理财，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也很容易大富大贵。13. 食指有3约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3约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如果是女性的话，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受夫家福荫，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衣食丰足。男性的话，也能娶得有钱娇妻。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14. 太阳丘丰满高隆，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才能与声名等。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颜色明润，
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厚、正派乐观，个性明朗，有较高的素养，通常有很好的人缘，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衣食丰足，家庭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15. 木星丘饱满。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代表人的意志、欲望、地位和权力等，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热衷名利，自负骄傲，充满雄心斗志，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16.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以掌面为中心，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元气充盈，身体康健。肉主阴，主腹，手掌厚而富弹性，肤光滑柔软，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福泽深厚，福禄天成。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发横财是每个人心中所想的事情，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发横财的命。如果你拥有上面所说的10种发横财的手相，那么你就离发财不远了。好了，跟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手指不同命不同，看看你是什么命。手相在相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素有万相之首的说法，而手指在手相中亦是重中之重。街边的算命先生看手相时，也都是先看手型，再看手指，因为手指最为直观，所能告诉我们的信息又非常之丰富及准确，所以从食指的长短、外观形状是能看出一个人的财运及未来人生走势的。下面小酱汁就来给大家具体说说。1. 手指长短一般代表什么？ 1. 手指较短。手掌长而且食指非常短的人，这种手相是手掌比较有肉，选择的工作也是脑力工作居多。他们比较憨厚老实，能够得到他人的信任，而且为人不会斤斤计较，做事情手脚利落，从不拖泥带水。果断主观的性格让你的办事效率总是快人一截，本身就具备了优越的经营能力。2. 手指较长。从手相长短能够看到你的财运。手指笔直修长的人是属于独立自主型的，会努力拼搏自己创业，心灵手巧。这种人很慎重，做每件事都会很彻底的去分析才执行，较勤劳并且脚踏实地的付出，适合从事银行或者证券等数据型的相关工作，高技术行业。这些工作能更好地体现出你的价值。适合从事实业的经营工作，高层管理员。如果手指过分短小的话，比例失调的话，则显示这个人具备慵懒的性格。2. 各手指长短代表什么？ 1. 大拇指。拇指代表父母、祖上，拥有圆润厚实拇指的人可借父母之力，用钱的观念十分实在，不会将钱花在过分强调感官享受的事情上，像华丽的衣服和美食，在这种人的眼里是极为不实际的。这样的人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为人也相当的务实，说一是一，不会有太多的心机。平而薄的拇指粗细不匀，弯曲灵活，大多与厚实的拇指正好具有相反的性格。
这样的人不喜欢一板一眼的日子，喜欢快捷方式，没有耐心，贪图享受。大拇指比较长的朋友，意味着年少时运势上相对来讲比较顺利，进步比较快，学习比较优秀，身体比较强壮，同时多长辈爱护和关心。大拇指长的人在事业上比较自信，爱情上比较自信主动，向往高质量的爱情生活。大拇指比较短的朋友，年少时要靠自己努力，事业上追求务实，喜欢一些实时的事业，会白手起家，不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2. 食指。食指在手相学中通常意味着支配欲、权力欲与一个人的进取心，所以食指较长的人性格也比较顽强，相当具有霸气和野心，容易有权力。食指长到中指，性格偏强硬，爱出风头，财大气粗的性格，起伏较大，往往很难存得住钱。这种类型的人就算钱赚得多，花的也多，所以这种人要节制挥霍，控制欲望和消费习惯。食指较长的朋友，人生目标比较高，比较事业化，对权力的欲望比较强，在社会交际中善于表现自己，人际关系较好，喜欢别人服从自己，有很强的管理能力，在爱情上舍得为自己喜欢的人花钱。食指较短的朋友，他们有很强的嫉妒心，看到身边的人超过自己，内心总是不服气，一定要超过对方。事业上有时比较辛苦，爱情上表现得比较平易近人。3. 中指。中指是4根手指中最长的，而且位于5根手指头的中心，象征一个人的命运，以圆润直长为上。圆润直长的中指代表有好的命运，事业、财运、婚姻方面都有好的结果。如果中指生得过短，中指偏斜，偏向于食指，对事业比较执着；如果偏向于无名指，可能对家庭比较执着；如果粗细不匀，则是缺乏耐性和冲动的表示。这种人必须好好约束和规范自己的情感，不然很容易做出会令自己后悔莫及的事儿。中指明显的比其余手指长很多的人，意味着他们在中年时事业发达，财运比较亨通，身体也比较健康。中指如果比较短，和其他手指有点齐，意味着在事业上有时缺乏耐心，干工作时感觉没有希望，就坚持不下来，易见异思迁。他们的财运还是比较稳定的，在爱情上他们常常为情所困，因为他们爱得比较深，感情上有点风吹草动就会比较在意。4. 无名指。无名指代表配偶和家庭关系，如果偏向于中指，表示你家庭的责任心很重，为家庭付出代价很大；如果偏向于小指，表示为晚辈子女付出很多。如果无名指跟中指一样长，那便是喜欢赌博的手相，对于任何事都有喜欢下赌注的兴趣。这种人一听到打麻将、赛马、玩牌，全身的血液都会立即沸腾，眼睛也为之一亮。这种人的确对输赢有着相当敏锐的感觉，也喜欢投机性比较高的理财方式，股票、房地产等投资生意会很乐意参与，但是并不表示有万全的把握。这样的人赶上极端的时间，会随便赌输整个家当，将会使自己落得倾家荡产。无名指比较长的朋友，在事业上有独特的眼光，在工作中有自己独立的计划，一步一步的实施，不大受外界的干扰。在爱情上，他们有很强的审美观，比较浪漫的爱情感觉。无名指比较短的朋友比较有个性，在工作上不喜好高骛远，踏踏实实，比较沉稳，不喜欢投机冒险。在爱情选择上，考虑现实中的生活较多，他们的爱情一般比较稳定，财运也不容易出现大起大落。5. 小指。小指代表子女、晚辈，还代表智慧、口才、艺术，又经常被相学家称之为第二根拇指。
有许多成功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拥有了一根比无名指第一指节线更长的小指。下面小酱汁就具体给大家说说。一、标准的小指。标准的小指长度应该是恰好到达无名指节的第3指节横纹。通常这种人个性保守，追求稳定的感情生活，即婚后出现追求者也不会出轨。而到了晚年，他们大多数人都能够陪伴老伴儿安享晚年。若是小拇指过长，这样的人虽然有主见，具有智慧和管理能力，并且很受到异性欢迎；而若是小拇指过短的，则代表了对朋友不错，但没有防人之心。2、小指短。小指短的朋友喜欢直来直去，在事业上不喜欢拐弯抹角，比较讲究信誉。他们的财运也比较稳定，在事业上虽然爱得比较深，但不太善于言语表达，对另一半也比较体贴，体力精力相对比较差，身体的运动速度比较慢，说话也会慢腾腾的。以上特征在幼少年时代尤其明显，尤其是在第2指节下方的这种人，特别会有不婚主义的情况，不喜欢被家庭给绑死，就算结了婚，也不一定会生育小孩。3、小指长。小指代表了一个人的社交和表达能力，它标准的长度是到无名指的第2指节。小指过长的人多半善于辞令，应变能力强，这种指型最常出现在一些政治家的手上。而小指短的人较不善于表达，话说得少，事儿做得多，为人亲切，富同情心，属于心地好的人。小指越长，说明你更有才华和财富运，处事作风也会更加圆满。拥有一个直长的小指是非常幸运的，但是小指长度接近无名指的长度，则表示特别喜欢出风头，过犹不及。通过上述，大家知道了手相中五指长短代表什么命运了吧？5个手指长短不一样，代表的命运也是不一样的。快对着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种吧。好了，今天的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3种非富即贵的掌纹。我们都知道手掌上有3条主线，分别是生命线、智慧线和感情线。由于这3条主纹在手掌上的位置不同，会形成不同的手纹图案，其中川字掌、M 字掌、断掌是比较特殊的情况。一般来说呢，掌纹出现这3种情况的人都是非富即贵的。今天小酱汁老师就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3种掌纹的特征以及命运情况，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了解一下。1、川字掌。俗话说呢，女穿事事福，男穿事事难，右穿代代福，左穿累累金。从手相学角度来看呢，这句话如何理解呢？男女有川字掌的命运如何呢？小酱汁老师来告诉你。1、川字掌的特征。手中3大主要线纹，生命线、感情线以及智慧线互不相合，从外形来看就有如一个川字一般，故而称之为川字掌。2、女人川字掌。有川字掌的女性多是女强人，巾帼不让须眉，个性独立，永远对丈夫的成就或者子女的学业不满意，很难依靠男人。若配偶或者子女的能力稍弱，则容易因为承受过多你所带来的压力而造成反效果，进而导致家庭婚姻失败。所以有川字掌的女性宜迟婚，或者在婚姻生活中多加忍让，宜配较自己年长的男性，又或者是异地姻缘，聚少离多，反而相处愉快。不过有川字掌的女性通常情况下也旺夫，丈夫也很容易在和她结婚之后发达起来。3、男人川字掌。拥有川字掌的男性多半性格独立，自尊心超强，但同时他们也比较鲁莽，性子急，做事往往不计后果，即使完成了任务，也有许多错误发生。在事业上，这种人创业往往不成功，一生阻碍多，因为性格问题容易得罪他人，到处碰壁，最终导致失败。若是跟人合伙做生意的话，最好选择一个心细的人较为合适。
另外呀，这类男性在性格上比较叛逆，自尊心极强，容不得别人说他半点不对，所以在感情上易和恋人发生不快。作为单身人士来说呢，因为性格多半不被异性接受，所以晚婚的可能性较高。4. 川字长的命运。古时认为川字长的人刑克很重，不行父便行母，与父母亲缘分较薄。因为从小就个性叛逆不顺从，即使与父母亲同住，也很难接受他们的关怀与爱护，因此以过房养大，即跟随亲戚朋友长大，如祖父母、外公外婆一起，不宜与父母同住。不过呀，这也代表他们有机会早年离乡别井，往外地读书或者发展，与父母兄弟姊妹聚少离多。川字长的男性容易事业有成，女性亦容易成为女强人，但因为个性强，脾气刚烈，因此不宜早婚。川字长之人不分男女，大都是精明干练，喜自由自在，而且独立性强，胆子大，但容易感情用事，常常不计后果，与六亲缘分也很薄。所以呢，最好可以改变一下个性，不要一意孤行，多听听别人的意见，不然呢，夫妻常常会有口角，甚至离异。2. M 掌纹。M 字形的手纹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掌纹，一般有钱有势的人都是这种掌纹。那这种手纹的人命运如何呢？小酱汁老师来为大家具体讲解一下。1. M 字掌的特征。M 字手形手相由我们手中的生命线、智慧线、事业线和感情线所形成。事业线自手腕处开始向上延伸，一直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与手掌上的其他掌纹形成一个斜的 M 形。2. M 字掌纹的命运。有 M 字掌纹的人通常有很强的事业心，拥有远大的目标，会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努力付出，不达目的绝不放弃。因此这类人往往不到40岁就能够功成名就，名利双收。拥有这种手相的人，感觉自己不算成功的话，表示自身还不够努力，或者努力的方向不对。只要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或者事业方向，他日一定能跃升到富翁的行列。这种手相的人个性很热情，很有正义感，对朋友很讲义气，并且能在朋友苦恼、迷茫或者负能量的时候为他们排忧解难，也能为他们指明方向，甚至能够毫不吝啬地批评他们。这样的人懂得自我激励，有自制力，所以更容易获得成功。这种人眼光出色，直觉敏锐，不会被轻易蒙蔽，前途不可限量。3. 断掌。断掌的手相是一种不常见的手相，因此很多人对断掌的手相不太了解。相学常说男儿断掌千斤两，女子断掌过房养，这是真的吗？断掌的人命运究竟如何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吧。1. 断掌的特征。我们的手掌通常会有3条线，分别命名是生命线、感情线和智慧线。如果其中2条掌纹线即感情线和智慧线合而为一，横贯手掌，我们将其称之为断掌。手相中呢叫做通贯手纹。此外呀，尚有2种非典型的断掌，一种是感情线贯穿手掌，而另一种是智慧线横贯手掌。2. 男人断掌。男人断掌说明这个人头脑灵活，比较擅长把握机会。如果有事业线和太阳线，其在财富以及权力上将会获得很大成功。断掌的人性格上显得坚强，自信心充足，处事极为理智，不易受感情或者亲情所左右，自然独立性较强。3. 女人断掌。女人断掌这种手相的为人比较固执，你的性格比较成熟，比较独立，父母对你的帮助不大，凡事呢都要多靠自己，但你在感情方面不太顺利，要多加注意，婚姻上容易出现二婚的情况，要慎重考虑。4. 断掌的命运。有断掌纹的人，因为婚姻线和智慧线重叠到一起，具备智慧和感性的双重理性，一般比较睿智、聪明，判断力强，能力强，比较重感情，爱憎分明，做事果断，有利于事业发展。他们对朋友、亲情敢爱敢恨，大多是付出比较多，不计回报型的性格，会得到亲朋好友的信任，贵人较多，有恒心和耐心，具备敢打硬仗的性格，所以往往能够成就大事。如果手掌很软很厚则更好，
很多有名企业家、官员、业界名人具备这种手相的人较多。同时呀，有断掌人的人比较极端、固执、较劲儿，容易出错。如果2只手都有断掌纹，表示这个人过于刚正不阿、得理不饶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但是记住，过刚易折，过刚易断，很多人在这个上容易惹到大的麻烦和灾难。比如引起官司口舌、牢狱。假如手相干枯、露骨、无肉，再有断掌纹，非常容易遇到以上的情况。假如你的手相是单手断掌纹，那么你可能会有偏执的性格。当你恨一个人的时间，会对人非常反感，甚至就不能看见这个人，非常容易和人发生矛盾，一生官非较多。当你爱上一个人或者一个事儿的时间，哪怕自己是错的，你也不好改变自己，甚至容易过激。听完小江之老师今天所讲的内容，你对手纹是不是有了更深的了解？每个人的掌纹都是不一样的，因此形成了独特的个性和不同的命运。但不论掌纹所蕴含的命运如何，我们都需要通过自己的不断坚持努力，才能够有真正的好运。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非常罕见的16种奇闻手相，10年难得一见，必是一飞冲天富豪命。手纹是一个人的特征，就像是外貌长相一样，每个人都是最独特的，即使是有血缘关系的人，手纹的生长也是完全不相同的。因此，从手相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命运发展和富贵与否。通常财富多的人，手纹会出现一些显著的特征。如果发现自己的手上具有这些特征，在求财中就会比较顺，只要肯努力，就有大富大贵的机会，或者能从家中继承一些财产。总之，这一生中注定是会发财的。那么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富贵手相的16种奇闻分别是什么样的。1. 钱财纹多。钱财纹这个名称听起来就是比较祥瑞富裕的，这个纹路代表着财富的多少，长在小拇指和无名指的下面，一般看起来比较细小。钱财纹越多越深，就表示这一生能赚到的钱就越多，而且财富来的也比较轻松，很容易就能赚到丰厚的财产。很多富贵的人手上都有这种纹路。2. 偏财纹。偏财纹位于无名指的下面，是一条竖着的小直纹，这条纹路预示着人一生的偏财运好坏。偏财纹看起来清晰的人能大富大贵，并且这一生求财的机会非常之多，这一生都在和钱打交道。除了工作之外，这类人还擅长从事一些投资的项目来获得更多的财富。如果这条线延伸的比较长，甚至到了掌心的位置，就更吉利了，这一生几乎是不缺钱花的。3. 井字纹。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这一生的财运亨通，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4. 川字纹。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从性格来说，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具有很强的能力。从运势发展来说，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会过得很富贵。5. 三约纹。三约纹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必要有3条才能形成三约纹。这个纹路生长在食指的上面，预示着今后的生活幸福，钱财丰厚。如果是女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可以嫁一个贵夫，夫妻的感情稳定，生活条件也很不错。如果是男性有这个手纹特征的话，说明今后可以娶一个贤惠的妻子，
在发展途中也多能够得到女性贵人的帮助。6. 祖弼纹。有祖弼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7. 三才纹。玉管照神局。三才纹上德分明，一生时运可昌荣，主命与财主有气，一纹冲破便无情。天纹感情线，人纹智慧线，地纹生命线，是先天三大主纹，是掌中三才。这里说的三才纹是特指手指与掌一般长，3条纹身长清晰，没有其他杂纹。所谓三才纹身家业广，治家必有一招先。这3条纹彼此之间也没有交叉点，一眼看去掌中一个川字，因此三才纹俗称川字掌，并有男人穿掌事业顺，女人穿掌财帛多的说法。10. 三峰纹。玉管照神局。三峰堆起巽离坤，肉满高如枣样圆，光泽更加红润色，家中金玉有良田。三峰纹指的是巽宫、离宫、坤宫3个部位比较饱满，像山峰一样。巽宫在食指根部之下，离宫主要在中指根部之下，坤宫主要在无名指根部之下。财在巽宫，官在离宫，禄在坤宫，这3个部位有一处隆起就很好，更别说是3处了。11. 六宿纹。手相歌诀。六宿入掌中，处事好心胸，贫人成大富，谋职禄未丰。六宿纹在无名指根部下面，天纹上面，是两者之间的一条直纹，又被称为偏财纹、禄合纹、异禄纹。如果在六宿纹的一侧出现与它平行的短纹，相当于是一种辅佐，那更是锦上添花。这种掌纹在西方手相学里叫做财运线、创作线。如果六宿纹从无名指根部向下，一直延伸到掌心，甚至到手掌底部，这样的掌纹被称作禄马纹。有禄马纹的人大富大贵，如果再配上好的面相，有可能成为帝王身边的高人。12. 玉柱纹。玉管照神局。玉柱纹从掌直去，为人胆智必聪明，更得学唐文显现，中年必病败公卿。女人有玉柱纹，富裕之外，只是要里外操心，有管夫治家的现象，所以民间又叫当家纹。有的玉柱纹不够长，没有穿过天纹，但是与天纹、人纹、地纹交叉，共同形成一个字母 M 的形状，这叫做 M 字纹。有 M 字纹手相的人，通常学问高深，或者是创业富豪。13. 三奇纹。玉管照神局。三奇纹线无名指，一路分开3个纹，生在正宫并掌内，必作金门实禄人。这3条纹并驾齐驱，形成树的形状，所以又被称作摇钱树。掌中有摇钱树的人了不得，一生富贵，名利双收，能成大事。14. 千金纹。千金纹的特征是在手掌中有玉柱纹、事业线，由手掌根部向上延伸，超过了智慧线，还没有感情线及中指，整体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千字。生有此掌纹的人家境富裕，同时还乐善好施，是一个十分富贵又难得的富人手相。要想知道人一生有多少荣华富贵可享，就要看此纹。掌中生有千金纹的人，衣食无忧，生活殷实，一生享尽富贵荣华。如果少年手上生有这种掌纹，必能早年就发达，前程似锦，家中财运滚滚，富甲一方。正所谓人生若欲问荣华，文遇千金直上加，设使少年人得此，前程富贵有人夸。需要注意的是，脾气切不可暴躁，
否则必冲毁前程。掌中有千金纹的人，事业会起步的比较早，在事业上会有很好的成绩，前途不可估量。一生衣食无忧，生活殷实，财运不断，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富可敌国的人。但其人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脾气不好，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而焦虑。如果能够改了这一缺点，未来的财运会更旺盛。15. 祖弼纹。祖弼纹顾名思义，说明有此纹者根基不错，承蒙祖上庇佑，从出生就富贵，亦因得长辈之荫庇，继承祖业而发财，世世代代都是有权有势，一辈子不缺钱花。此手纹起于坎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掌中有祖弼纹的人，一生运势顺遂，属于富二代的手相。此类人的父辈财运非常不错，也容易受到长辈的青睐和庇佑。通常起点比别人要高，所以可以免去辛苦，就能有很好的条件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类人如果能够勤加学习，戒骄戒躁，时时回报帮助过自己的人，一定能有一番非常好的作为。16. 宝镜纹。所谓宝镜纹，就是手中有圆形的纹理，一圈一圈城墙层层围绕，如宝镜一样握在手掌里。这种特殊的纹理十分罕见，是官印、权威的象征。宝镜纹在相术中被视为财权的象征，掌中生有宝镜纹的人，大多胆识非凡，心思缜密，心胸宽广，处事手法非常有魄力，有大将风范，能够担任指挥官、武官、军事顾问等职位，命运不凡。这种纹理如果位于乾宫、坤宫以及兑宫3个手掌区域内，则正财相当稳定，步步高升，命中还会有不少的偏财出现在其他掌宫上，则意味着会从事律师、咨询培训等行业，并因此而获利丰厚。好了，今天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这10种手相50岁后飞黄腾达，有望资产过亿。人生是一场马拉松，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赢在起跑线上，有些人可能在起点的时候冲劲很足，但是后期动力不足，但有些人可能起点并不高，却一直坚持，最终迎来自己的高光时刻。人的运势表现也有类似的情况，尤其是在财运上。很多人可能年轻的时候想要挣钱非常的难，但是中晚年却迎来了机遇。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50岁之后发财的手相都有哪些特点，什么样的手相会在财富上大器晚成呢？1. 智慧线很长。我们摊开手掌，能够明显的看到3个比较深长的纹路，位于中间的那条就是智慧线。一般而言，人们的智慧线是比较短的，但是如果智慧线伸长，那么代表这个人聪慧有韧性，做事善于思考，谋定而后动，而且洞察力惊人，可以发现很多常人难以发现的财富运势。不过这样的人之所以年轻的时候不能发财，主要是他们思虑太多，总是不能把握住挣钱的时机，加上大部分人在年轻的时候财富底气不足，不敢尝试一些具有风险性的项目，只有等过年过半百，身上的负担减轻，才会大展手脚。因此50岁之后，智慧线伸长的人会在财富上表现出惊人的天赋，而且年龄越大，挣钱的机会也就越多。2. 手掌心有2条事业线。事业线是从上到下贯穿整个手掌的纹路，一般人能拥有1条事业线就相当的不错，而能够同时拥有2条，即1条可以通中指，1条直通食指，那么这样的人就会拥有晚年的福报。也就是说，在50岁之后，他们的财运会越来越好。这部分人大器晚成，主要是年轻的时候，他们往往生活没有目标，做事总是不知所云，有些任性随意，因此大多一事无成，或者表现得庸庸碌碌。但是到了50岁，作为财运的分界线，这部分人似乎在思维意识上
被打通了任督二脉，财富思维忽然间被提升，可以明确自己的奋斗目标，财运就会越来越多的向他们倾斜，最终晚年福禄大增，成为人上人。3. 拇指和无名指有斗。斗和簸箕是手指头的一种纹路表现，斗就是像年轮一样，可以呈现数圈闭合圆形的纹路。如果一只手在拇指和无名指上都有斗的人，那么他们50岁之后可以获得财富的几率很大。而2只手都呈现这种手指头纹路，那么50岁之后功成名就的几率几乎是100%。这部分人他们的思维意识有一个慢慢提升的过程，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就是花期比较长。有些人年少得志，就是早早的开花结果，让人们看到他们的能力。而拇指和无名指有斗的人，则是需要时间慢慢的给他们增加阅历和经验，等待一定的时机，厚积薄发，最终在中年之后开始走向人生巅峰，财富运势也会随着年龄的增加水涨船高，属于能力和智慧都爆发较晚的一类人。4. 食指和中指并拢后，上半截空隙大，下半截无空隙。拥有这类手相的人，说明他们在早年间会吃特别多的苦头，日子很艰辛。相对于身边人而言，不管是事业还是财运，都显得乱七八糟。而且在婚姻中也很难得到异性的青睐，会长期处于孤独寂寞的状态中。好在到了中年之后，50岁左右，生活中所有的一切都将发生巨大的转变，他们会迎来很多好运，而且贵人缘也在变得愈发旺盛，可以得到高人的提点与助力。到最后，他们很有可能会成为叱咤商场的有钱人，或者是在官场上混得如鱼得水。这类人经历过很多磨难，所以心思缜密，而且更加懂得珍惜眼前拥有的一切。因此，即便过上富裕的好日子，他们依然能够严格要求自己，还会树立勤俭节约的念头，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因此，这种旺盛的运势可以一直延续下去。5. 手掌宽厚粗糙。手指宽厚且粗糙，说明这类人拥有旺盛的大气运，不过很难在早期显露，必须要经历一番磨难和历练，才能够迎来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早年期间，这类人日子过得很憋屈，不管做什么事情都会遇到重重的阻碍，而且六亲缘分浅薄，还总是会被父母和兄弟姐妹拖累。但是到了50岁之后，必然平步青云，一鸣惊人，属于典型的大器晚成的类型。一旦大运降临之后，他们的生活和工作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在事业和财运方面，将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生活中社会的地位也会急剧提升，还能够结交到很多上流社会的人士，人际关系将变得极为和谐融洽。而且这种旺盛的运势并不是昙花一现，而是能够从中年一直延续到晚年，令人羡慕。6. 事业线从下到上由浅变深，超过生命线显现出来。事业线从下到上由浅变深，甚至超过生命线显现出来，说明这类人早年的时候职场生涯并不顺利，他们很难拥有稳定的职业，会到处打零工，日子过得很辛苦。但这类人非常有天赋，而且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积累了特别多的经验和知识，等到中年50岁之后，必然能够取得突出的好成绩。一生中一旦出现转机，那么接下来的人生都将一发不可收拾，绝对会一飞冲天。而且这类人本身就属于怀才不遇的类型，所以一旦得到机会，必然会表现得特别的努力，绝对不会颓废懒散。他们到最后不但可以拥有成功的事业，还能够赚得盆满钵满，日子顺风顺水，还可以收获幸福美满的家庭生活。7. 太阳线起自边长。如果太阳线起自边长的话，说明这类人拥有非常诚实善良的优良品格，而且遇到困难不会轻易低头，具有很强的上进心和拼搏心。年轻的时候，由于原本的家庭背景不是很好，很难得到良好的资源，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所以难以取得耀眼的好成绩。
但是到了50之时，必然能够一鸣惊人，甚至在所处行业能够处于佼佼者的领先地位，非常厉害。不过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婚姻生活不够幸福，尤其是女性朋友肤缘浅薄，还有可能克死丈夫。8. 事业线起自智慧线。如果事业线起自智慧线，或者说太阳线起自智慧线，说明这类人特别聪明，基本上用不着等到晚年，到了50岁的时候，便能够在事业上斩获非常出色的好成绩。事业一旦成功，那么滚滚财源肯定也会随之而来。这类人上进心很强，心思缜密，善于规划，非常喜欢思考，而且他们踏实努力，能够一步一个脚印儿，朝着既定的目标和方向不断前行。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一旦功成名就之后，可能就会引来桃花劫。在感情方面，务必要洁身自好，以免惹来麻烦。9. 事业线起自掌心。如果事业线起自掌心，或者说太阳线起自掌心的话，那么说明这类人少年运欠佳，但是到了中晚年，绝对能够行大运。这类人有种随遇而安的豁达感，能够专注于眼下的每一件事情，而且他们心态很好，哪怕身处困境，也不会怨天尤人。到了晚年之后，贵人运将会变得愈发的旺盛，能够在高人的提携和指点下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不过即便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类人依然能够保持初心，继续以往的生活和工作模式，不会醉生梦死，更不会去做出出格的事情。10. 生命线上阻碍纹较多。生命线上阻碍纹较多，年轻的时候抵抗力不佳，身体素质欠佳，需要注意身体健康方面的问题。但是从中年开始，健康运势就会变得越来越好，身体素质也会不断增强，感知分叉假断掌，分析力强，而且双手灵活，多才多艺，智商很高。到了中年之后，能够在自身所处的领域斩获非常不错的好成绩，甚至还能够一夜成名。有断掌纹的同时，又有智慧线和感情线，且末端分叉，他们善于处事，适应力极强，对什么都感兴趣，知识面广泛，可以凭借着聪明才智获取丰富的钱财。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越老越有钱的手相。现在没钱不要愁，再等等。每个人的人生运势都不一样，有人年少时贫苦，一点一滴的积累，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进，最终获得成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有人虽出生富贵，却不思进取，整天沉迷酒色，最后将家产全部败光，晚年生活十分不堪。其实人生际遇的好坏可以从手相上看出一些端倪。那么手上拥有什么特征的朋友，年龄越大命越好，越老越有钱呢？下面就跟我一起来看看吧。1. 生命线有分支向手腕延伸，生命线起于食指与拇指的中间部位，呈圆弧形抛物线延伸至手腕横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开始分叉，并且分支向手腕延伸。有这种手相的人，则代表此人是属于越老越富贵的类型。这种人早年或许会吃一些苦，但在中年时财运会回升，富贵会初露头角，晚年财运大增，地位节节高升，家庭也呈现美满和睦之象。2. 手掌心有2条玉柱纹，玉柱纹是从手掌出发，若是有2条玉柱纹，则一条延伸到食指下面，一条延伸到中指下面，这种手相是晚年得运的吉象。拥有这种手纹的人，在年轻时目标模糊，没有理想，不知道自己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所以大多一事无成。随着年龄的增加，经历多了，就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能为之奋斗。中年时会遇到大机遇，运势越来越旺，子女聪明孝顺，晚年福禄大增。3. 拇指无名指上有斗，拇指
无名指有痘的人，在青少年时代比较艰辛，虽然足够聪颖敏捷，能力也很强，但是经常会遭受不公平的待遇，并且会为工作奔波受累，还经常为此与恋人发生争执和矛盾。这类人到中年，思想慢慢成熟，目标也会越来越清晰，会逐渐地将精力全部投放在工作当中，在事业上会取得一定的成就，获得地位和财运，晚年生活也是十分无忧自在。4. 小拇指上有直纹1或2条，小拇指上有1到2条笔直的纹路到达第1个指节，这种纹理在相学中被称之为运约纹。有这种纹理的人，越老越贵气，早年吃的苦都是为后面的时来运转做铺垫，子女大有出息，不需要自己操心，晚年还能享子女的福气，子孙贤孝，富贵安康。5. 手中有辰纹，辰纹在手中的巽宫、离宫、坤宫有辰纹出现的人，命中意外出现这种掌纹的人，运气比较好，不用太过于劳累就能换来财富，生活中总能得到长辈们的帮助，贵人运不断，事业蒸蒸日上，横财也很多。手中有辰纹的人，内心强大，志向高远，即使年龄大了也不会放弃事业，照样财源广进。他们一生遍地黄金，富贵花开。30岁崭露头角，40岁事业有成，50岁富贵殷实，不管处于哪个年龄段，都钱财大旺。6. 手中有元宝纹，手中许多的纹线，如果构成金元宝的形状，即上宽下窄的梯形，元宝形状越大，财产就会越多。手中出现大元宝里面有小元宝形状，也会很富有。总之，元宝状的线都代表着生活富贵。手中有元宝纹的人命中带贵气，但为晚贵之命。他们年轻的时候运气不错，但主要是表现在事业运发展好，人际关系和谐，拥有稳定的工作，但是赚钱机会少。只有到了中年，比如说35岁后，才开始有各种赚钱的好机会，而且是越老越吃香。7. 手掌中央长痣，这种人可以说很少，1万个人当中都很难找到一个这种手相的人。这种手相的人做事不会在乎太多的小节，只关心全局的结果，因此他们容易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有做领导的才能，天生就是做大事的手相。年龄越大越有钱，手掌中央长痣的人能够事业有成，孝顺他们，才开始享受富贵生活。手掌中央长痣在50岁后财运越来越好，能发不少小财，到老钱财不缺，家门兴盛。8. 水星丘隆起，水星丘位在小指下方，代表一个人的社交能力与商业头脑，因此水星丘隆起的人不仅在商业方面拥有绝佳的才能，而且金钱运也相当好，应变能力也很强，所以从事商业经济之类的工作，可以获得惊人的财富。水星丘隆起的人注定命中带财，早年拼搏，中年发家，晚年大富大贵。9. 事业线由浅变深，也就是在线纹的起始点表现得极为浅薄，但是随着线纹的延伸深度也是不断增加。这样的一种事业线体现出了个人在工作方面能够随着年龄的增加而获得更为出色的工作经验以及能力。这样的人在年轻时候容易因为性格和能力的不足而出现挫折，导致自己财运极为低迷。但随着年龄的增加，人脉关系以及个人的能力都会不断提升，从而让自己在事业上不断取得成功，获得出色的财运。10. 事业线的起始点与智慧线相连，这种手相的智慧线与事业线有着同一个起点，也体现出了其人在工作方面大器晚成的特点。一般来说，这一越老越有钱的手相代表着个人在35岁之后才能够拥有稳定的事业运势，能够在工作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所以即便在年轻时候遭遇了一些困难，也不要气馁，只要保持成熟稳重的心态，就能够不断前行。11. 事业线和感情线相连，并且朝着终止延伸。当事业线穿过感情线，并且和感情线的起始点相连的话，说明其人的事业运势发展前景的好坏与个人的感情有着一定的关系。特别是事业线又朝着终止根部延伸，更是说明了他们在感情没有稳定下来之前，是很难有着出色的工作成就。这样的一类人容易因为情感而出现变故，无法让自己获得稳定的工作生活。只有情感确定或者是顺利结婚之后，他们才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一般来说，这一手相也体现出了其人容易遇到一位有着旺夫或者是旺妻运势的另一半。13. 贵人纹呈交叉状，生命线旁边的贵人纹如果呈现交叉状，并且整体清晰深刻，不中断，没有杂纹出现，手相中将此现象称为玉带马，是吉利之象。拥有这种手相特征的朋友，年轻的时候虽然工作、事业、家庭等方面状况都比较普通，不会有突出的成绩，直到40岁之后会遇到贵人指点，并且能够得到其扶持和投资，能够在事业方面获得稳定的发展契机，迎来人生的春天。这类人晚年财运大增，地位也得到不断提高，儿孙满堂。14. 掌上2条玉柱纹，手掌上有2条玉柱纹，其中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食指，另一条从手掌出发，延伸至中指，也是属于晚年运越来越旺的一种手相。拥有这种纹路的朋友，年轻的时候往往碌碌无为，不清楚自己想要追求什么样的生活，想法比较多。但是随着经历的增加，人生目标开始渐渐清晰，并且为之努力奋斗。38岁之后，因为一些特殊的机遇而成功。特别是越到晚年，这种好运越来越明显，子女不仅聪明有出息，还十分乖巧孝顺。15. 手中多钱财纹的人，其实手中多钱财纹的人手中的财富有很多，经过自己的努力，真的能成为有钱人。其实这样的人赚钱渠道特别多，在各个方面都能让自己拥有很多钱财，日后的生活不需要为了金钱的事情感到烦恼，给家人带来很多财富，能成为家人的骄傲。遇到这样的人肯定要好好珍惜，因为他们不仅能给你带来很多财富，也能给你事业方面提供帮助，让你成为一个更有能力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愿意照顾你。命运有时候似乎是公平的，会让你先苦后甜，或者会让你先甜后苦。不管是哪一种人生，我们都应该学会苦中作乐。好了，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对于横财来说，我们都是比较喜欢的，也唯有横财才能让我们显得更为富贵一些。因此很多人都在考虑自己是不是能够拥有横财。那么在面相学中，什么手相人容易发横财？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横财手相：1. 成功线的末端有纹，在成功线的末端有一个纹，这并不常见，因为首先你必须要一条成功线，一条长而清晰的成功线，它代表着轻松的地位和名声，在你的行业中非常出色。如果末端还有另一个星纹，它的成功可以维持很长时间而不会失位，而且很容易有意外之财。2. 手掌中出现直觉线，假如手掌中出现直觉线，表示其人天生比常人灵敏，有很强的预感，通常会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灵光一现，赚来大笔财富，例如购得大奖奖券，或是赌博时每猜必中，从而赢一大笔钱。不过这类人一旦赚取横财之后，会因此而上瘾，不知适时收手，很有可能又将大笔财富输个精光。3.
智慧线末端有向上的分叉，在手相学中存在一种手相，被认为是理性和财富的象征。具有这种手相的人通常具备出色的理性思维能力和对金钱的敏锐感知，他们在金钱管理和投资方面拥有非凡的直觉，能够精准地评估风险与回报，从而使自己的资金运用达到最大的效率。这类人在面对投资决策时，从不让情绪左右自己的判断，他们能冷静地分析市场动态和各种投资机会。如果一项投资的成功概率低，或是无法看到明确的盈利途径，他们通常会选择放弃，不会因为外界的压力或是一时的冲动而做出不理智的决定。这种严谨的态度让他们在金融市场上往往能够避免重大损失，实现稳健的财富增长。同时，这些人虽然对金钱有着深厚的眷恋，但他们在消费上却显示出极高的节俭性。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可能会在细节上表现得较为计较，例如在购物时总是寻找性价比最高的商品，或是在可选择的情况下倾向于节省而非奢侈。这种节俭往往使他们在他人眼中显得有些小气，但实际上这是他们财务自律的一部分，是他们理财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4. 智慧线无分支。发横财的人手掌智慧线无分支，他们有着聪明的头脑，在面对困难时可以想出最好的解决方案，并且能巧妙地把眼前的困难化解过去，这也使他们的生活一路畅通无阻。在他们迎接更好的未来时，也会有一笔从天而降的财富落到他们的面前，这笔横财是他们命中注定会发生的。5. 手中拥有断掌线纹，也就是所谓的断掌手相。这一手相的特点在于手中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形成一条贯穿整个手掌的粗长线纹。从外形来看，就好像是将整个手掌一分为二一般，故而被称之为断掌。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来说感情运势较为糟糕，但事业运和财运会非常出色。他们有着相当强硬的性格，以及功利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和自己的事业有关的事情，非常渴望在工作上证明自己的能力。这类人即使选择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也是有着很高的投资成功率，所以说容易获得横财。6. 手中拥有不动产线，这是位于事业线和太阳线中间的一条短小横线。拥有这种线纹的人并不多，而且好的不动产线应该是同时和太阳线以及事业线相连接。也正因为如此，即这条线纹才能够体现出命主在生活中有着出色的偏财运。这类人能够从父母、长辈那里获得财富，或者是不动产，也就是房屋、房产，从而不用为了未来的生活而拼搏。简单来说，就是这种线纹意味着其人出身富贵，天生就有横财。7. 手中智慧线上存在分叉。拥有这种特殊的智慧线，意味着其人的性格非常理性，有着极为理智的思维，从来不会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功率较低的选择。而在理财方面，其人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他们总是能够发现最好的赚钱机会，并且这类人在理财过程中不会犯下错误，从而使得自己总是能够获得收入，而不会损失金钱。往往一次投资就能够赚得巨额财富，所以说是天生能够获得横财的手相特征。8. 手上有赌运纹。赌运纹是位于无名指上的第一节指腹上的直纹，有可能是一条，也有可能是基条。如果手上有纹，意味着横财运旺盛，运气非常好。有这种手相特点的人，只要是参与带有赌的事情，一般都是赢多赔少，好运常伴。不过凡事过犹不及，也要学会适可而止，不可太过沉迷其中，否则得不偿失。9. 手颈线清晰有星纹。看一个人的横财运好不好，还可以观察其手颈线，也就是手腕上的纹路。
一般人的手腕线有3条，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上出现了一条星纹，并且第1、2条纹路清晰明朗，那么表示这样的人横财运很好，必获其财，或是意外之钱，甚至可以一夜暴富，这是常见的横财纹手相之一。10、理财纹多又长。理财纹主要位于我们小指和无名指之间下方的位置，通常是斜纹。此部位的纹路与一个人的财富相关，也关系着一个人的横财运。从这个纹路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横财运情况。依据手相学的说法，若是一个人的财富线很多且伸长，这样手相的人横财运也会很好，没什么大困难。11、头脑纹。头脑纹的支线其末尖端指向小指下或达到根部，即水星丘，表示会受水星丘图中蓝色部分掌管天赋之影响，不管在实业或其他方面都能赚大钱。即使受薪阶级，也能在薪水以外有收入，可说头脑灵活，很会把握机会赚钱的人。12、五指长短有序，中指稍长。从手相学来看，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成就、配偶和子女。五指修长，长短有序，间隙合宜的人，各方面各有所得，福泽绵长。由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少时能得家人庇佑，衣食丰足，青年夫妻恩爱，子女缘深厚，一生运势平稳。其中中指稍长的人，说明此人善于计算，做事情缜密有条理，能挣钱理财，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也很容易大富大贵。13、食指有3约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3约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如果是女性的话，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受夫家福荫，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衣食丰足。男性的话，也能取得有钱娇妻。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14、太阳丘丰满高隆。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才能与声名等。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颜色明润，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厚、正派乐观，个性明朗，有较高的素养，通常有很好的人缘，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衣食丰足，家庭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15、木星丘饱满。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代表人的意志、欲望、地位和权力等，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热衷名利，自负骄傲，充满雄心斗志，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16、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以掌面为中心，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元气充盈，身体康健。肉主阴，主腹，手掌厚而富弹性，肤光滑柔软，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福泽深厚，福禄天成。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发横财是每个人心中所想的事情，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发横财的命。如果你拥有上面所说的10种发横财的手相，那么你就离发财不远了。好了，今天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手相有此特征的人一生好命又有钱，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虽然很多人不相信，认为自己的命运把握在自己的手里，但其实你的命运确实把握在你的手里，不过是在你的手相里。因为你的手相暗藏了天机，有着预示着你命运吉凶、富贵贫贱的信息，所以你是否富贵与你的手相也是相关的呢？那么在手相中，哪些特征属于好命有钱的手相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 掌纹深刻且清晰。手相的纹路通常能够表现出一个人的天资、性格、事业财运、走势和个人命运发展。手掌纹路多，代表的符号和信息也多。掌纹杂多混乱，预示此人一生运势多变动奔波。掌纹清晰的人大多精明，做事有章法，有自己的人生目标和规划。如果掌纹纹路深刻且清晰，通常有比较理想的财运，事业发展得很顺利，能够取得很不错的成就。2. 手财纹深长。在手掌感情线的上端有一条平行于感情线的纹，就是手财纹。此纹最易判断人一生的财富多少，能够发财或者守财。手财纹长代表入财多，守的财也多；手财纹短则代表入财少或者不易守财。手财纹深长的人通常是有很好的理财能力，会挣钱也会守钱，知道如何管理钱财，也是富贵的手相之一。3. 手如干将，家道必昌。手如干将主要是说手的握力，因为干将的阳气最重，而握力靠的是肝的阳气。如果肝功能旺盛，那么这样的人一般具有强盛的生命力。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做事能力强，具有勇气、谋略，敢闯敢拼，富有冒险精神，敢为天下先，有不畏艰难的韧性。这样的人一定能够事业成功，取得非凡成就。4.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以掌面为中心，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位置，能够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元气充盈，身体康健。受主阴主腹，手掌厚而富弹性，腹光滑柔软，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福泽深厚，福禄天成。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5. 多财富纹。在大拇指第二节纹与掌纹交界所形成的交叉纹，或一些斜纹形成的三角纹、菱形纹、钻石纹或者类钻石纹，通称为财富纹。财富纹以见方格纹和菱形纹为最佳，不论横纹或者直纹，纹越多表示钱财积累越多，代表此人一生命中有发大财的潜力，而且这种人都很懂理财，能靠自己的勤奋积累丰厚的财富。6. 财运线深且清晰。财运线又名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是一条表示个人金钱运的重要线。财运线最好是如针一般的挺直，且没有其他的障碍线。如果一个人的手掌上财运线有几条，而且纹路非常的深且清晰，这样的人大多可能会财运亨通，财运顺利，身边也会多几个贵人相助，容易会大富大贵。7. 掌心凹陷，能聚财积福。如果把手掌比作聚宝盆，那么掌心就是聚宝盆的盆底。掌心的深浅能看出此人一生的财富积累程度。掌心凹陷的人能够聚财聚福，有这种手相的人也是天生的富贵命，是最容易发达的。年少家底丰厚，自己的理财能力很强，年轻时有顺利稳定的事业财运，能积累下丰厚的财富，晚年幸福安逸。8. 多财帛纹。财帛纹也称为钱财纹，是指在小指和无名指中间下方的短小斜线。财帛纹寓意着金钱财物，这些纹线能体现一个人的福禄财运运势。如果这些线比较深且多的话，代表着此人财运旺盛，能够享荣华富贵。有这种手相的人通过偏财获得丰厚的财富收入，生财有道。9. 五指长短有序，中指稍长。
从手相学来看，五指代表着一个人的父母、成就、配偶和子女。五指修长，长短有序，间隙合一的人，各方面各有所得，福泽绵长。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少时能得家人庇佑，衣食丰足。青年夫妻恩爱，子女缘深厚，一生运势平稳。其中中指稍长的人，说明此人善于算计，做事情缜密有条理，能挣钱理财，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也很容易大富大贵。食指有3约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3约纹。这种人一生不缺钱财，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如果是女性的话，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受夫家福荫，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衣食丰足。男性的话也能够取得有钱娇妻，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11. 太阳丘丰满高隆。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才能和生命等等。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颜色明润，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在青年时期就能够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和、正派乐观，个性明朗，有较高的素养，通常有很好的人缘，晚年能得比较高的社会声誉和地位，衣食丰足，家庭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12. 木星丘饱满。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代表人的意志、欲望、地位和权力等等，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热衷名利，自负骄傲，充满雄心斗志，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以上有此手相特征的人，一生好命又有钱，真的是令人羡慕。而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好的运气。那么在手相中，什么特征影响了自己的财运呢？接着往下看。1. 指缝过宽。在相学中，手是长财聚财的地方，若是一个人的手指缝比较的宽，则这样的人多半花钱总是大手大脚，也聚不住财，从而导致自己钱财流失。缝隙越大，则这样的人破财的现象也会越大，属于典型的破财相，赚不了大钱，日子也会过得非常的艰难，花钱大手大脚，把钱财都给败坏光了。2. 食指弯曲。一般长时间工作的人会导致食指弯曲，多半干的都是苦力活，需要常见用手劳动。如果一个人食指是紧贴着中指，则说明这个人的守财能力很好。相反的，食指向外弯曲，则是破财的特征，说明这个人只能是任劳任怨的工作，注定要过穷苦的日子。3. 漏财纹。看漏财纹的区域主要是在食指与中指的连接处，如果下面有掌纹直达这里，一直到两指的间隙之处，这就是手相书中所说的漏财纹。大体有3种情况，一种是从事业线上直接而来的，另一种是从感情线上过来的，还有就是单独产生的。漏财纹已经明确地告诉了你是一个藏不住钱的人，不能聚财。4. 生命线断断续续。生命线断断续续的人，在金钱上容易跟人纠缠不清，与人相处会出现问题，建议用一些吊坠来增强人际和谐，不然可能会有破财消灾的事情发生。现实生活中没有自信，处事态度不够端正，体力不好，生命力不强，有贵人相助，但是本身运势很弱，生活单调无奇，没有生活情趣可言，耐心不足，自卑消极，中年起身体逐渐出现问题，会花费一大笔钱在于健康上面，生殖能力弱，子嗣较少。这种手相的人会一夜暴富，很灵验，中大奖的人就有这种手相。对于横财来说，我们都是比较喜欢的，也唯有横财才能让我们显得更为富贵一些，因此很多人都在考虑自己是不是能够拥有横财。那么在面相学中，什么手相人容易发横财？下面就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1.
成功线的末端有纹，在成功线的末端有一个纹，这并不常见，因为首先你必须要一条成功线，一条长而清晰的成功线，它代表着轻松的地位和名声，在你的行业中非常出色。如果末端还有另一个星纹，它的成功可以维持很长时间而不会失位，而且很容易有意外之财。2. 手掌中出现直觉线。假如手掌中出现直觉线，表示其人天生比常人灵敏，有很强的预感，通常会在一些投机生意中突然灵光一现，赚来大笔财富，例如购得大奖奖券，或是赌博时每猜必中，从而赢一大笔钱。不过这类人一旦赚取横财之后，会因此而上瘾，不知适时收手，很有可能又将大笔财富输个精光。3. 智慧线末端有向上的分叉，有这种手相的人具有理性思维，对于那些没有成功概率的事情，基本上绝不参与。其人对金钱既眷恋又敏锐，懂得如何将钱发挥到最大效用，再配合着合理的推理和赌博的强运，常常不知不觉就能赚大钱。不过此类人通常很节俭，经常会被人认为很小气。4. 智慧线无分支。发横财的人手掌智慧线无分支，他们有着聪明的头脑，在面对困难时可以想出最好的解决方案，并且能巧妙地把眼前的困难化解过去，这也使他们的生活一路畅通无阻。在他们迎接更好的未来时，也会有一笔从天而降的财富落到他们的面前，这笔横财是他们命中注定会发生的。5. 手中拥有断掌线纹，也就是所谓的断掌手相。这一手相的特点在于手中感情线和智慧线合二为一，形成一条贯穿整个手掌的粗长线纹。从外形来看，就好像是将整个手掌一分为二一般，故而被称之为断掌。拥有这种手相的人，一般来说感情运势较为糟糕，但事业运和财运会非常出色。他们有着相当强硬的性格，以及功利的工作和生活态度，无时无刻都在思考和自己的事业有关的事情，非常渴望在工作上证明自己的能力。这类人即使选择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项目，也是有着很高的投资成功率，所以说容易获得横财。6. 手中拥有不动产线，这是位于事业线和太阳线中间的一条短小横线，拥有这种线纹的人并不多，而且好的不动产线应该是同时和太阳线以及事业线相连接，也正因为如此，即这条线纹才能够体现出命主在生活中有着出色的偏财运。这类人能够从父母、长辈那里获得财富，或者是不动产，也就是房屋、房产，从而不用为了未来的生活而拼搏。简单来说，就是这种线纹意味着其人出身富贵，天生就有横财。7. 手中智慧线上存在分叉，拥有这种特殊的智慧线，意味着其人的性格非常理性，有着极为理智的思维，从来不会在工作中做出一些成功率较低的选择。而在理财方面，其人有着非常敏锐的嗅觉，他们总是能够发现最好的赚钱机会，并且这类人在理财过程中不会犯下错误，从而使得自己总是能够获得收入而不会损失金钱，往往一次投资就能够赚得巨额财富，所以说是天生能够获得横财的手相特征。8. 手上有赌运纹，赌运纹是位于无名指上的第一节指腹上的直纹，有可能是一条，也有可能是几条。如果手上有纹，意味着横财运旺盛，运气非常好。有这种手相特点的人，只要是参与带有赌的事情，一般都是赢多赔少，好运常伴。不过凡事过犹不及，也要学会适可而止，不可太过沉迷其中，否则得不偿失。9. 手颈线清晰有星纹，看一个人的横财运好不好，还可以观察其手颈线，也就是手腕上的纹路。
一般人的手腕线有3条，如果一个人的手腕线上出现了一条星纹，并且第1、2条纹路清晰明朗，那么表示这样的人横财运很好，必获奇财或是意外之钱，甚至可以一夜暴富，这是常见的横财纹手相之一。10. 理财纹多又长。理财纹主要位于我们小指和无名指之间下方的位置，通常是斜纹。此部位的纹路与一个人的财富相关，也关系着一个人的横财运。从这个纹路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横财运情况。依据手相学的说法，若是一个人的财富线很多且深长，这样手相的人横财运也会很好，没什么大困难。11. 头脑纹。头脑纹的支线其末尖端指向小指下或达到根部，即水星丘，表示会受水星丘掌管天赋之影响，不管在实业或其他方面都能赚大钱，即使受薪阶级也能在薪水以外有收入，可说头脑灵活，很会把握机会赚钱的人。12. 五指长短有序，中指稍长。从手相学来看，五指代表一个人的父母、成就、配偶和子女。五指修长、长短有序、间隙合宜的人，各方面各有所得，福泽绵长。有此手相的人天资聪颖，少时能得家人庇佑，衣食丰足。青年夫妻恩爱，子女缘深厚，一生运势平稳。其中中指稍长的人，说明此人善于计算，做事情缜密有条理，能挣钱理财，往往追求财富和权力，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也很容易大富大贵。13. 食指有3约纹。一般人在食指上面有一条横纹叫做指节纹，如果有3条指节纹的话叫做3约纹。这种人一生中不缺钱财，财富往往都是由姻缘带来的。如果是女性的话，有很大的机会嫁入富贵人家，受夫家福荫，物质生活会有很好的享受，衣食丰足。男性的话也能娶得有钱娇妻，总而言之是大富大贵的手相之一。14. 太阳丘丰满高隆。太阳丘在无名指的根部，代表着一个人的财富、才能与声名等。如果手掌中太阳丘丰满高隆，颜色明润，说明此人具有很强的经商、理财能力，在青年时期就能获得自己的事业成功。另外，有这种手相的人，大多性情温厚、正派乐观，个性明朗，有较高的素养，通常有很好的人缘，晚年能赢得比较高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衣食丰足，家庭幸福美满，属于大富大贵的手相。15. 木星丘饱满。木星丘位于食指下方，代表人的意志、欲望、地位和权力等，主要反映一个人的信心与权力欲望和物质欲望，同时还反映一个人的进取精神与好胜心的强弱。木星丘饱满明润而富有弹性的人，大多热衷名利，自负骄傲，充满雄心斗志，对权力和财富有强烈的欲望，能够凭借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在财富地位上取得出色的成就，往往有成为富豪的潜质。若为女性，也会是女强人的性格。16. 手掌肉厚柔软有弹性，以掌面为中心，通过上面的纹路走向、分支符号和掌面上下左中右的部位，能看出一个人的天赋性格、后天成就、父母子女、婚姻情况以及个人的命运趋势。手掌红润表示此人血气足，元气充盈，身体康健。肉主阴，主腹，手掌厚而富弹性，肤光滑柔软，代表此人性情宽厚慈善，福泽深厚，福禄天成。有此手相的人是天生的富贵命，一生财运顺利，免于奔波操劳，晚年安逸。发横财是每个人心中所想的事情，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发横财的命。如果你拥有上面所说的10种发横财的手相，那么你就离发财不远了。好了，
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史上最强手相前10名，不是亿万富豪，就是达官显贵。如果你有一个，那就恭喜了。很多人都相信可以在手掌中看出每个人的命运，就比如有些掌纹就表示一个人天生就是衣食无忧富贵命。我们常能听到一些俗语，比如手相断掌值千金，凤眼纹旺夫有福，元宝纹旺财富贵，这些手纹眼花缭乱。但是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最强的手纹前10名都是哪些。如果你能中一个，那么你就有福了。第10名，断掌。有人会很惊讶，断掌如此罕见，全世界只有 5% 的人只能排在第10名。其实手纹千万，第10名也十分强大了。在手相学中认为，拥有断掌的男子多为富贵命，即使儿时生活不顺，成长坎坷，长大后也能凭借自己的努力有所作为。如果生长在富贵人家的断掌男儿，更是可以凭借优越的生长环境，快速帮助自己完成人生目标。拥有断掌的男子多为富贵命，在工作或者事业上有所作为。而这类的男子的断掌更不可轻易给人看，避免被有心之人知道是富贵命后产生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古人常说财不露富是有一定道理的，在自己没有发达之前，低调一点毕竟好。第9名，三角纹在手心。三角纹出现在玉柱纹与生命线、智慧线之间，一生钱财不断。这类财库满满的手相，寓意着人们正财收入极为丰厚，可以在职场中拥有出色的表现。不光基本工资可以不断攀升，还可以获取极为可观的奖金与提成。总之，最终的收入会极为可观。这类人还可以时不时获得天降之财，比如说走路上捡到钱，买彩票中大奖，以及家中的老房子忽然被拆迁等。他们一生之中不需要付出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很多机缘巧合之下，便可以成为有钱人。而且这类人只要自己可以克制住购物的欲望，花钱不要大手大脚，就不会遇到意料之外的开支。基本上除了衣食住行外，赚到手的钱大多可以累积下来，所以小日子将十分滋润。第8名，祖臂纹。有祖臂纹的人天生就很富贵，家里能给他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和发展机会。这类人的家业是非常丰厚的，长辈们会给他留下很多的财产和固定资产，或者在事业的发展中能够得到家中身份显赫的长辈的帮衬。有这种手纹特征的人，以后可以继承丰厚的家业。第7名，井字纹。手掌中有井字纹的人容易成就出辉煌的事业，这种人在工作上的表现很出色，总是能做出令人满意的成绩。有这种手纹的人同样也是很有财运的，容易得到贵人的帮助，他们的出身就比较好，从小的物质生活都是有所保障的，这一生的财运亨通，手中的资产相当丰厚，在事业中也可以名利双收。第6名，川字纹。有川字纹的人在事业方面很有魄力，所以这类人在工作中会获得极高的成就。从性格来说，有这种手相特征的人都比较独立，具有很强的能力。从运势发展来说，有这种手相的人更容易成功，也能做出一鸣惊人的成绩来，所以这一生的财运发展是很旺盛的，会过得很富贵。第5名，M 字纹。事业线由手腕处起直，穿过智慧线到达感情线，形成一个斜 M 字母。这种人往往不到40岁就已经功成名就，名利双收了，所以是最具大富翁潜力的掌纹。据说很多成功人士都有这样的掌纹。看手相时，右撇子的人看左手，左撇子的人看右手。生命线和感情线年轻时会比较杂乱，30岁之后会更加清晰。有人为了得到好运，会用金色或者银色的笔在手心画 M 字掌纹，希望得到好运气。他们终年能积累一定的财富，
生活十分富裕，性格耿直，稍微有点急躁，劈叉的事业线，在自己的创业路上稳步前进，会多的贵人帮助，取得不错的成就，财运方面会转好。特别注意感情方面，你天性多疑，并且处理事情容易摇摆不定，没有主见，易受小人欺骗，并且你过于感性，容易上当，所以感情方面要理性点。第4名，守心长志。守心长志的人往往是天选之人，他们在很多时候都可以被幸运之神眷顾，不管是求学还是工作，都会比别人轻松很多。上学期间，他们即便不是班级里最勤奋刻苦的，但成绩一定是最好的，尤其是在重要的升学考试中，他们往往都能够超常发挥。进入职场之后，他们工作也不算特别努力，有的时候甚至还会投机取巧，但总是能够在重大的项目中发挥关键性的作用，还可以帮助整个公司招揽到更多的项目，自然可以得到大领导的喜爱，还可以持续升职。所以守心长志的话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千万不要将其去除。第3名，希望纹。在手掌上有一条线叫希望纹，希望纹位于食指下方，向下延伸。希望纹顾名思义是指这个纹路能够给人以希望，让你对今后的生活燃起信心。在手相数学中，手掌有希望纹者，其主聪明伶俐，头脑灵活，然自幼孤苦，六亲少靠，与父母缘薄，凡事自力更生，虽早年坎坷，运势起伏不定，但志向远大，怀抱希望，且不懈努力，晚年衣食无忧。在手相学中，生命线上有贵人纹，下有希望纹，其主性格沉稳，生性谨慎，为人聪慧，做事认真，且处处留心积累，善于理财，一生逢凶化吉，抱负皆可实现，事业有成，钱财可聚，晚景荣华。在手相学中，右手伸开，从生命线延伸出希望纹者，其主意志坚定，做事富有恒心，极具忍耐力，勤奋努力，且自身运气良好，一生事业稳定，财富自由。希望纹亦可称之为目标线，其起始于生命线，向食指方向延伸，几乎与玉柱纹平行之纹理，越是清晰明了，其主人生目标明确，事业越能步步高升。玉柱纹清晰直上，且到达无名指根部，其主积极进取，事业有成，且财运旺盛，一路富贵。中年之后，事业百尺竿头，晚年诸事吉祥，儿孙满堂，出世显赫，得享福禄。第2名，霸王纹。霸王纹顾名思义，就是一种象征权势与富贵的纹路。在手相学中，它指的是命运线、金运线以及财运线3线合一，形成强大的纹路。这种纹路通常被认为是非常吉祥的，预示着一个人在事业、财运和名望方面都将有不俗的表现。一句话就是有钱有势有权，霸王纹在手，当真是要啥有啥。不过拥有霸王纹的你，不用辅佐别人，你就是世界的中心，想做什么就做，想怎么干就干，你就是天生的领导型人格，有影响力，有统帅他人的能力。但是这种真正的霸王纹并不常见，大多数人的手相中可能只能看到霸王纹的影子，有的人这3条线并未完全连接在一起，也有的人金运线和财运线没有长过感情线。即便如此，这样的纹路也可能使一个人的财运、事业和名气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使其在生活中更容易取得成功。如果左手没有，你看看你的右手有没有，只要有一只手有，你就是万中无一的那个人。这种纹路的出现，往往与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和经历密切相关。拥有霸王纹的人通常对金钱和财富有着强烈的渴望，他们拥有敏锐的商业眼光和判断力，他们擅长于发现商机，抓住机遇，往往能够在商场上独辟蹊径，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商业王国。不畏艰难困苦，他们勇于冒险，
果断行事，在竞争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始终保持着领先地位。除了对财富的渴望外，拥有霸王纹的人还具备着强势、果断和野心勃勃的个性。他们不满足于平庸，不停歇于现状，总是奋力向前，追求更高更远的目标。这种强大的内在驱动力让他们在事业的道路上永不止步，不断创造出惊人的业绩和成就。因此，霸王纹的出现不仅仅是身体上的一种标志，更是一种生命力的象征。它象征着拥有者在商场上的强大潜能和领导才能，预示着他们将会成为商业世界的霸主，引领着时代的潮流。第一名，三奇纹。三奇纹能排名第一，主要是因为它在财运、爱情、官运三方面运势都十分爆表。拥有此纹的人士世间罕有。所谓三奇纹，指的就是一种象征着吉运、好运的线纹。这种线纹并非单指某条线纹，和川字纹一样，是由多条线纹组合而成。常见的三奇纹有2种，其中一种是太阳线中间出现分在，分别朝着中指和小拇指延伸，而另外一种就是手掌中的事业线、太阳线以及财运线的根部相连接在一起，成为了一组非常奇特的纹理，被称之为三奇纹。之所以称之为三奇纹，不仅仅是指纹里拥有3条线纹分支，更重要的是这一手相所代表的含义非常出色，分别象征了命主的爱人、贵人以及富贵。也就是说，拥有三奇纹的人能够在婚姻、人际关系和财富收入方面拥有出色的运势变化。三奇纹的三奇究竟指的是哪3奇？民间传闻：1奇为金玉良缘，婚姻和谐美满；2奇未能遇到知己贵人，纵使危难当头，也会有贵人及时相助，成功转运；3奇便是横财加身，富贵吉祥。三奇纹明显的人，人天生就注定命运不凡。他们要么就是成为发明家，给人类带来了不少便利的发明，要么就是个商业巨子，给社会贡献了极大的财富。此生要官有官，求财得财。掌中生有三奇纹的男人，放在古代就是宰相命。他们对政治保持着超高的敏感度，对突发事件的快速反应处理是他们能够受到重视的主要原因。他们敢于承担责任，经得起大风大浪，在大是大非面前也能保持自己的原则，最终会因努力不懈、不断进取而达到成功。最强10大手相就说完了。最后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无论是做什么，自己的努力是不能少的。好的手相面相只能为你的努力提供助力，自己的梦想终究靠自己打拼，并不是你拥有好的掌纹就一定会怎么样，同样需要脚踏实地的努力。现代心理学家包括医学家也已发现并证实，人的手相无时无刻都在变化，你的思想和行为无时无刻不在雕琢你的掌纹并留下痕迹。所以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努力充实改变自己才是上策。好了，今天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今天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三凸一凹财必到的发大财手相。人们常说财富是靠双手创造的，而不是靠自己等来的，但为什么同样一双手创造出来的财富却不一样呢？其实这和大家的手相有关。有些人的手天生就是能创造出来巨额财富，会成为大富翁的手。那么这样的发财手都有哪些特征呢？三凸一凹财必到的发大财手相又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1. 三凸一凹手相中手掌呈粉红色，并且掌肉软而细腻，男性要手如棉，身有闲钱；女性则手如浆，财帛满仓，天生就是有钱的命。手掌要厚实且软绵绵的，天生富贵命。长辈若是禄青金，则需努力才能成功。感情线上方三宫饱满，均厚实有肉，丰隆凸起，貌似一座座小山，则显示钱财不断，运势好，偏财运也比较好。
事业稳步上升，遇事可发大财。手相中，感情线对婚姻影响是非常大的。若是手相感情线出现2条，那么婚姻2度是不免的，即使晚婚也一婚难白头。在手相学中，大拇指下面金星丘和小指下方的水星丘这2个部位代表着财运，因此要是这2个地方肉质厚实饱满，那么必定会有一夜暴富的机会。因为财库大，那么证明装的财就多。要是这2个部位还有固定的纹路，那么更加是大吉之兆。有这种手相的人身家1000万以上。同时，作为男人就应该扛起照顾家庭的重担，给家人打造更好的生活环境。作为女人，想知道一个男人未来的财运怎么样，不妨先看看他们的手相吧。有些男人的手相注定一辈子不缺钱，那么哪些人的手相财运最强呢？有这几种手相的人注定不缺钱。第一种，手掌宽厚、很有弹性的男人。这种手相的男人一生的财运都不错，事业上会做好铺垫，平时很勤奋，也知道努力拼搏，遇到了任何事情都坚持不懈。因此，不管他们将来会有大成就还是小成就，总归都是有成就的。他们属于大富大贵的类型，有很强的赚钱能力，赚钱特别简单，不会为了金钱而烦恼。第二种，手掌中钱财纹很多，而且财库很多的男人。所谓的钱财纹也是理财纹，是小拇指与无名指中间的斜线。这些线越深越多，就代表男人的财气比较旺盛，一生能够赚很多财富。而财库就是手中相互交错的线构成的三角形或者四方形，拥有的越多，说明财库越多，这代表着财富。有这种手相的男人，金钱方面很充足，也能够遇到很多好运气，自然而然成为有钱人。第三种，手掌中有川字的人，当手掌中的3条主线相互交错形成了川字，说明这种男人有着很强的事业线，同时也有很高的悟性，在事业上面取得成就，能够平步青云，成为上层社会人士。当事业运势越来越好，财富也会越积累越多，极有可能成为顶层贵族。第四种，财运线深而直的男人，从手相上面来看，在小拇指的根部有水星丘，这里有一条竖线是财运线，它代表了一个人财运是好还是坏。如果男人的财运线很深很直，或者拥有很多条财运线，说明财运会越来越好，成为富甲一方的人。第五种，手指并拢没有缝隙的男人，除了大拇指之外，其余的4根手指能够并拢，而且没有缝隙，说明这种男人的赚钱能力很强大，也懂得理财，平时不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而盲目去消费，生活中能够精打细算省出很多钱，这样一来就能够积累很多财富，自然不用为了金钱而发愁，象征女人命好。财富的9种手纹图，快对照看。说完男人，我们再来看看女人，看看在手相学中哪几种手纹的女人命好。1. 财运纹，好命的一个重要象征就是财富运好。想知道自己财运如何的话，看看这条财运纹就知道了。财运纹的位置比较好找，若有此线，说明你很具商人的天赋。你如果是从商求财，必定是财如流水，连绵不断。此外，有此纹者也说明你很善于理财。2. 星形纹，手纹之中，星形纹是比较常见的，但也并非人人都有。如果有星形纹的话，真的是恭喜你了。一是代表你有意外之大财，横财可得；二是代表你的子女的财运也会不错，可享子女之福。3. 井字纹，井字纹也是用来判断事业方面发展前途的。拥有井字纹的人在事业上更容易成功，拥有更多获取巨大财富的能力，是很令人羡慕的。4. 田字纹，不仅是田字纹，包括像是有口字纹的话，也是好的征兆。这种手纹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在事业线、生命线附近
出现田字纹，说明命主比较适宜从事诸如房产、土地、土产、矿业等行业；而口字纹则说明比较适宜从事培训、咨询、律师等行业，并因此而发财。5. 豪宅纹，这个想必是很多人都想拥有的吧？豪宅可以说是每个人的梦想了。豪宅纹的位置在无名指的下方，在天文线的上方，又称金房子。有此纹者，必发亿万之财，多路进财，易跨行业经营集团公司等。6. 黑字纹，手相之中黑字纹比较少见，如果你有的话，可以说是非常幸运了。拥有黑字纹的人，会因对自己所具有的某项才能执着追求而出类拔萃，并且因此会大发其财。温馨提示：当自然握拳时，黑字纹须正好在拳头内。7. 公印纹，公印一般在办公的时候见得最多，公印纹代表着工作、事业，手相中有公印纹的人，适宜从事与政府部门的人打交道较多的行业或工作，且会因此而成为富翁。富婆。8. 玉桂纹，无论自己多优秀，想要成大事，自然少不了贵人相助。玉桂纹的意义就很重大了。玉桂纹起于前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手相上有玉桂纹的人，意味着事业上有亲和力，善于济，人缘好，容易受到他人有力之帮扶，故若从事业务、市场、公关等，必定发财无疑。9. 祖弼纹，生活和工作中难免会遭遇挫折，有祖先庇佑当然是最好不过的了。祖弼纹因得长辈之印币而命名，拥有祖弼纹的人容易继承祖业而发财，即富二代之类也。此手纹起于坎宫，与手中的事业线相连。发财手相案例分享。首先来说一个案例，下面的这位女士手相福气很不错的，不论是从手掌的外形来看，还是从手掌的纹路来看，都是福泽深厚之人。女士的感情线很漂亮，前段走势清晰，后端分出3大支线，长短一致，3个大叉一样大小，这在手相学上称为凤尾纹，很稀少。命格富贵双全，有福也有财，尤其是感情线末端代表婚姻，此处凤尾纹出现，表示女士婚后财福兼收，等着要享清福。从你的手相流年上看，年轻时可能会辛苦一点，大贵之年在于45岁以后到来。手上事业线分别与智慧线和感情线相交，形成明显清晰的 M 字纹，说明你有做大事业的运势和基础，代表着有很强的聚财能力，生活中收入高，很容易存着钱，以后会是一个有权势的人。因为有权势，所以慢慢的会让自己变得很富有，凭借自己敢闯荡的精神，一定能够渡过难关。未来的婚姻状况非常好，会遇到一个与自己情投意合的另一半，家庭和睦，子女孝顺，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手相中的3条主线不是很好，感情线导纹分叉较多，婚姻线非常长，你的感情婚姻之路并不顺利，烂桃花非常多，恋爱期间你能感觉到不顺利，近2年还未有正缘的信息，正缘会比较晚。在感情上易有情伤，注意个人的情绪把控。财运在中年之后较好，会有贵人相助。金星带较短，思绪容易打死结，不懂得变通，建议在做事之前要先研究，等了解状况再做决定，免得陷入自己的死结中。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任谁都想将其存住，不要流走。但假如自己天生有就漏财命的话，又如何来化解呢？下面教大家几种方法，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化解漏财命。1. 戴戒指。假如你的手上长有漏财纹的话，可以通过戴戒指的方法来加以化解，也就是在食指或是中指上戴一枚金的或玉制的戒指，便可以减少漏财的几率。2. 购置不动产，钱花出去了，你手里没多少钱了，但你有房子、地皮，在当今房地产价格猛涨的中国，此来说不失为一种存钱的好方法。3.
将钱财交由他人保管。假如确定了你是一个漏财之人，那就不要在手上放太多的现金。如果配偶不漏财的话，便交由对方来保管。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则可以将钱交给父母，或者干脆请理财公司帮你打理，都可以避免漏财的情况。第6，两指不碰头，夫妻难白头。一辈子注定多婚的首相之人，双重婚姻线，也就是指手掌中有2条平行的婚姻线。那么这种婚姻线代表着其人一生2次婚姻，而是说明自己的运势很容易受到婚姻的影响。所以一般来说，在结婚之后就可以迎来财运的转变，但需要注意避免因为过于关注事业和财运而忽略了夫妻之间的情感交流。你的事业财运方面只能说是一般，事业上要在婚后才能有一些发展空间，整体的财运也需要到中晚年。身体上要注意呼吸系统方面，此首相一旦遇到挫折，都比较容易急躁，心态的调整对你来说也很重要。感情婚姻方面，你会晚婚，经历的恋爱次数不会多，正缘会晚一点。27岁左右会遇到你的正缘。最后将5指伸直之后，小拇指向无名指的方向倾斜，或者是向外侧倾斜。这种手相的人在生活中比较小气，属于那种很自私的类型。虽然心的善良，喜欢帮助人，但是却不会为了帮助别人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哪怕是为了朋友也是如此。朋友有困难他们会帮忙，但如果是借钱的话那就算了。而且因为生活中太过重视利益，导致人缘一直也不是特别好。好了，今天的分享要给大家讲讲9种长寿手能活99。从人的手相可以看出很多问题，比如说一个人是否有疾病，身体哪方面需要保护，可以通过健康程度看出一个人的寿命有多久。那么如何通过手相看出哪些人寿命长，哪些人寿命短呢？今天小酱汁就和大家说说。1、长寿手相的特征。1、生命线清晰深长。生命线是人手掌3大主纹之一，不仅是表现寿命长短、健康状态、有无病难及突发事故的部位，同时也是要做预防灾厄和提高的部位。可以说，此纹路在手相中与一个人的生命力、身体健康、寿命长短等方面的信息是息息相关的。若是一个人的生命线清晰深长，意味着其生命力顽强，体格强健，身体健康，不易患病。因此，有这种生命线手相的人，相对来说会更加长寿，生活美满。2、生命线无分支。对于生命线来说，没有分支是更好的一种表现。手相中生命线无分支的人，身体都比较好，在他们的体内包含着各种病毒的抵抗力，让他们很难被病毒入侵到身体，比较少生病，身体会更加健康。他们积极运动，保持身体健康，生命自然而然也就更长了。3、手掌厚实饱满。从手相中，从一个人的手掌外形也能够看出其身体健康的信息，从而判断其寿命长短。一般来说，手掌饱满厚实，手背有肉，预示着有福气，财运好，还说明这类人的寿命很长，健康运势很不错，远离病痛，所以这也是预示长寿的手相之一。4、贵人线交叉。贵人线又称姊妹线，是在生命线的内侧，紧靠生命线，与生命线相互平行的线。若是一个人的贵人线呈交叉状，纹线深且清楚，代表有贵人运，往往事业有成，而且寿命也比较长。有此手相者会一生平顺，多子多孙，长寿喜乐。5、财运线没有断裂。财运线也叫水星线，是出于水星丘小指根部的短竖线，代表一个人的金钱运，也跟人的寿命有关。
若是在手相中，水星线距离生命线只有一点点，是一条直线，中间没有断裂，表示这个人的身体很健康，消化、呼吸器官状况都不错，这也是一种代表长寿的手相。6. 手掌色泽红润有光泽。从个人面相的气色中可以知晓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同样从一个人手相的气色中也不能看出一个人的健康与寿命。如果一个人手掌的气色发黄发白，没有血色，这样的手掌多数意味着你身体健康不佳，寿命不长。但如果你手掌的色泽红润，手掌血气充足，则说明你个人的寿命很长，身体健康。7. 掌心有痣。从相学上看，掌心的痣主富贵，有这种痣的人比较少见。掌心有痣的人绝大多数都是头脑十分聪颖的人，这类人懂得如何能够更好地规划人生，也十分理性地在各种需要选择的十字路口做出准确的判断。这样的人注定拥有精彩的人生，而且长命百岁。8. 手腕线伸长。手腕线长而深，形状整齐，没有断痕，说明此人的思维清晰，工作能力强，有一定的魅力，既能将工作安排得有条不紊，还能将生活过得有滋有味。伴侣的条件十分优越，也十分注重家庭，双方生活在一起，婚姻幸福美满，工作生活等无忧，同时还会注重养生，自然会更长寿。9. 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食指与无名指一样长是典型的福相，拥有这种手相的人往往有着勃勃的雄心壮志，在事业和学业的路上都走得一帆风顺，在爱情方面亦是顺风顺水。在顺利的人生里，这种类型的人几乎不会经受灾难，生理和心理都始终保持着年轻和干劲儿，故而定能福寿双全。2. 短命手相的特征。1. 生命线很短。手相中的生命线是主要纹路之一，主要与我们的生命力是相关的，跟身体健康、寿命长短也有着密切的关联。生命线越是短的人，生命力越差，健康运势不好，身体的抵抗力也很弱，因此这样手相的人很容易被一些病魔困扰，身体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疾病。可以说，生命线很短的人从小就是体弱多病。2. 生命线中间有缝隙。一般情况下，如果是生命线的纹路是连续的，那么一般都是不会中断的。但是有的人手中的生命线就不同了，这类人的生命线可能会出现中断的情况。生命线的纹路中间如果是有间隙的，但是后面又连上了，那这样的生命线也代表个人的健康运势不好，命中多病，主其人寿命不长，可能早逝。3. 生命线末端的心形纹。在生命线的末端出现了心形纹，这是一个非常凶的征兆。一般来说，这样的手相很可能不是自然死亡，比如说外出时遇到车祸等等，他们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意外，随时可能夺去他们的生命。因此，有这种手相的人，生活当中要注意。4. 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的纹路。如果生命线周围有很多细小纹路的话，说明此人的抵抗力比较差，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疾病的干扰，给身体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即使长大成人，他们的身体机能也不是很好，经常会出现一些细微的毛病，比如感冒发烧或者头疼胸闷之类的毛病。这些情况也会引起比较大的病变，给生命带来影响，很可能会英年早逝。5. 健康线下垂碰到生命线。手相中的健康线，顾名思义是关系着我们身体健康的纹路。如果你手相中的健康线下垂且碰到了生命线，这样的手相说明你的健康运势也不好，
很容易早逝短命，也容易因为健康方面的原因死于非命。其实有健康纹的人并不健康，而是健康出现了问题的预警。6. 智慧线上有星纹。许多人认为智慧线与我们的健康没有关系，但事实上，从智慧线中，我们也可以推断出一个人的寿命信息。如果一个人的智慧线上出现一个星纹，那么这个人有中风的迹象就会突然出现。因此，拥有星纹的智慧线的人需要时刻小心，他们应该注意养生，否则很有可能猝死。7. 智慧线向下弯曲。智慧线不仅与人的智慧有关，还与人的思想、心灵、精神状态等有关。智慧线下垂而弯曲的人是悲观的，他们不乐观，而是悲观和沮丧的。因此，像这种手相的人特别容易因为抑郁而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由此可见，那些智慧线向下弯曲的人很难获得长寿。8. 手掌杂纹比较多。如果手掌的杂纹比较多的话，说明此人的烦心事儿比较多，生活中经常处于烦躁压抑的状态，这样心情会给身体带来很不好的影响，尤其是对于心脏方面。如果经常面对繁重的压力和众多烦心事儿，心脏方面是很容易出现问题的。我们都知道心脏的重要性，一旦心脏出现病变，那么很有可能会给生命造成威胁和影响。所以手掌杂纹比较多的话，也是短命的象征。刚刚说的短命手相仅是针对长寿手相而言的，当然手掌的掌纹会随着时间及生活状态的改变也会有一定的变化，同时也要结合其他地方的相来看，这样才能得出准确的结论。好了，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我们下期再见。